虽然很可怕，但也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对手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要紧握我们的武器，迎面与他对抗，像我们的祖先一样，像天上的雄鹰一样。明天，我们的勇士就要踏上征程，他们此行也许永远回不来了，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存，让我们为英雄送行。来，坐吧。吴邪啊，你有没有要告别的人？有啊，有奶奶、爸妈、二叔、三叔、小花、秀秀、瞎子、老魔，还有那个胖子。看来啊，你是一个幸福的人，也是个让人不省心的人。谢谢你。明天的行动，不管成与不成，你和张起灵都一样，永远是我们已杀过的朋友。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一直都想问你，张起灵为什么选择你替他来毁掉藏海化田？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吧？我觉得不是。你们的眼睛里有同样的东西。这次的责任可以不由你们来承担，但是你们选择了承担。其实我也一直都有一个问题：你们引杀洛人守在这里，一生都在等待藏海花的成熟，在成熟之前等待张家人到来，有意义吗？阿木，我要吃肉。哦，来，坐吧。这意义呀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。大千世界，究竟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呢？人们登上高山，就觉得很有意义。可是对鹰来说，穿越山峰，那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。你看，那座造起精创的石头，那一定是最先存在于这个世界上，后来被发现了，
这些石头可以盖房子，可以打磨成工具，甚至可以雕塑成人的信仰。很多时候，不是因为有意义才去做一件事，而是做了这件事，才找到了真正的意义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这些年我没有执着地去追寻那些秘密，我的人生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？人生无法倒退，所有的机遇皆是必然。希望我还能再见到他。我也希望。小柯，明天我就要去阻止暴风了。青铜门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接你，我尽量吧。你们这些人，一个都不用死了，一个都不用死了，奇迹还在。你喝醉了？当时在青铜工厂的墙上，发现了小哥留下的这个符号，我就一直在想，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直到刚才，我终于看懂了，它不是一个符号，这是小哥根据青铜工厂的结构绘制的一张简化图。这张图其实很简单，在青铜工厂的底下，存在着巨大的能量。我和胖子也见过它地下的热源。汉斯炸开了藏海花田，这些热源泄出，和冰面上的冷空气产生了强烈的气流交锋，最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风暴。我猜，张家人在之前就预见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所以他们就留了一个备手。他们在藏海花田的底下修了一个大型的通风管道，这个通风管道一直通到花田外的山谷当中。它一共有2个口 ，A 口是进风口，启动机关，冷风被从这里抽进来，在地下和热空气中和，最后再从这个 B 口排出去。这个机关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冷却系统，它让整个的热源中和，然后被排出去，热源被阻断了，热气就不会泄出，就不会和冷空气产生对流，这样的话，暴风就形不成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你不用明白，不是你就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个机关，开启这个机关，把热源排出去，风暴自然就会消散掉。你能肯定，只要能启动机关，就一定能解决暴风吗？
这个机关至少也有上百年了，我不能肯定，但这是现在唯一一个既能解决风暴，又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的办法。如果不是看见你眼睛里的神采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我认为你是胆怯了，要逃跑。但是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我们2套计划同时进行，如果这个机关能够成功的话，固然最好；如果它要是失败了，我们就要按原计划进行。老冯，你是科学家，开机关的事情交给你去办。不行，我这是生物学家，这件事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做。敢死队的队形已经定了，我必须要在。既然组长已经留下了开机关的提示，这里的人选当中，你认为还有谁比你更了解组长的做事方式？敢死队的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去，而且如果你成功的，我们这个备选方案都不需要的。可是只有我知道如何带领大家在风暴中前行。这事儿我可以去办，但打开机关这事儿必须得你办。胖子，千真，你不用多说了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。但我觉得海星小姐姐说的对啊，开机关这件事，在这儿没有第2个人比你更合适。我们敢死队白练了，随机应变我们行。再说了啊，我在，就等于你在。还有老冯呢，是吧？别把科学家不当回事儿，人家刚才一口气儿吃了4个饼呢，是吧？说了，你们这个饼到底是怎么做的？都没吃饱了。吴邪，没有时间了，这里只有你能做，其他的就交给我们吧。好，按照原定计划，我们10点钟出发。我去开机关，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我就马上赶回来。你和胖子先替我顶着。这件事情只能我一个人去做，其他所有的人做尽暴风的准备。如果时间到了，不管我有没有回来，都准时出发。好，别那么紧张，2个小时呢，开个机关富裕。别忘了你是建筑系的高材生，不是给你压力啊，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靠你了，加油啊！小哥可等着咱俩呢。早晨你好。张西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干什么来了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已经留了字条，就算是咱们不能安全的回去，也会有其他人把暴风的消息带出去的。可是你身上还有伤，不用担心我，虽然我进不了阻止暴风的队伍，但是走路没问题的。走吧，来不及了。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不相信，但是如果能拯救我的部族，我愿意试一试。我希望你能成功。这条路可以快速到达金头门。走，就是之前营救你们时走的路。
那边。好。这里啊，就在这里。就是这个，小哥留下的标志。小哥这幅图和里边的结构位置关系几乎都一样。那如果这样说的话，下面这一侧就应该是那个通风井。我们现在应该在上面这一侧。这个圆圈就应该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。那旁边这个就应该是操控室的位置。所以说，这里确实是一个1秒热源的装置。是。太好了，操作室就应该在那个方向。啊，走，太好了。不对呀，怎么了？怎么没有啊？那怎么办？可能是小哥的地图和实际的尺寸有差异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这堵墙的后面就应该有一个大的空间。找找。银丹，哎，怎么了？找到了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太好了！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着什么急啊？到时间了吗？就出发。去查看一下。是。这个时候，天天肯定到了青铜农场了，没准问题马上就能解决。吴邪，这就是你要找的机关吗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启动这个就能消灭风暴，那我倒要试一试。哎，别，你等我再观察一下。哎，吴邪，你过来看，这个墙上画的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。这个墙上面画的，应该就是这个装置的施工图，描述了这个装置的结构，还有它的启动方法。我们猜的没错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扇系统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，就应该是总开关，它通过齿轮组连起了启动装置还有传动装置。对，启动这个开关，就可以启动整个的装置，把冷空气从外面抽进轨道里，中和地下的热源，从而让风暴消失。叶丹，你看那两根就是传动轴，在这个房间里边，还应该有一个点火装置，在那里。发条，让它们可以连接在一起。
只有点火装置能让异族齿轮启动起来，我就能够找到办法。没错，银丹，哎，你去按开关，我来操控发条。来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按下去了，是不是风暴已经被我们消灭了？是装置根本没有启动。我按过了。是不是点火装置失灵了？怎么样？好吧。果然是这里出了问题。没时间了，里面怎么样？时间太久了，这个装置出了故障，燃料进不来，而且点火装置也失灵了。风猛没有消失。通知大家，准备出发。既然里面的装置坏了，我们就自己找动力。这里的动力是靠燃烧产生的，爆炸依然能够产生动力。只要这个动力足以推动活塞，让整个的齿轮运转起来，我就有办法让两个系统连接到一起，驱动整个的系统。但这个空间必须要是密闭的，这样爆炸的力量才能全部作用在活塞之上。来，帮我一下。好，来。先看看这扇门是否能合上。能合上的话，一会儿再开个缝把火扔进去。卡扣都断了，撑不住啊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你先撑着一下，我找个东西把它撑起来。让我们再给天真点时间，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再给他10分钟吧。既然他是代表我们去的，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他，再给他点力量，等一等好吗？10分钟一到，马上出发，好吗？我不相信吴显会失败的。你先把门放下来。好，你别再找了，这个门我扛得住。这个炸药太危险了，我们无法预见它的威力。我来解决这个阀门的事情，你来操作这个发条。过来，我教你。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操作这个卡扣。你要仔细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把耳朵贴在这里。你要仔细的听，然后这只手转动这个。当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就是里面的卡扣卡住了。当卡扣卡住的时候，你要拼命的转这边。到时候转起来的时候，速度会比现在快很多。你一定要仔细的听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力气我有，这个我来。一站。吴邪，扎兹尼莫。塔吉达利。
出发。是。不用去，不用去，快说，福报没有了。老冯，走。你看，你小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走，咱们回家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你走吧。就算你要死，你是要死在这个鬼地方，还是死在外面的蓝天下？吴邪，你说的对，我应该死在这里，而不是里边。现在还没死呢，就想放弃了？别杀了，其实咱俩心里都明白，我这个伤根本就到不了阴杀我。吴邪，你有你的路要走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归宿。没什么路不路的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。天好蓝啊！你放我下来。怎么了？放我下来。好暖和呀！好久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天空了。小时候我一直在想，等长大以后，我要走出这片雪山，要去看看更广阔的天空。但我现在，现在才发现，我一直就在最广阔的天空下。天地的广阔本来就不在天地，在人心。你守护住了这片天空，放心吧。谢谢你，千万要记住啊！等将来有一天，你再回到这里的雪山，千万要记住，记着，记着，一定要带上笑。我记得。来，
在今晚这个欢聚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大家举起酒杯。这第一杯酒，庆祝我们还活着。来，小多西，这是银丹哥哥的刀。银丹是我们以沙洛的英雄，他一早就做好了为守护大家付出一切的准备。就让这把刀带他留在这里，永远带印沙洛铭记。这第二杯酒，敬我们的英雄银丹。哥怎么办啊？我跟他打拼了那么久，为了尼亚塔，为了那个不可能的愿望，我也已经累了。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，只希望他可以想通回来。我觉得很难。跟你说明白话，我不会原谅他的，他也不会原谅我。下次我再见到他，我肯定弄他。也就是现在，你会站在我这边，咱俩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说话。过了明天，你很难再站在我这边。理解。小天真果然是个明白人。你比他懂得我。这个家你是主心骨。说这些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以后各走各的路，但求开心，不后悔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以后要学着对自己的生活负责。对了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时间跟你说一个事儿，这是我哥给我的，组长的最后一份卷轴。这是德仁之前保管最高机密的卷轴，但是之前我哥去了一次吉拉修行场，提前把这份卷轴偷走了，现在还给你。组长接受了天寿，解决了雪山的事情，但是在天寿之后不久的一天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件事被算作他那段故事真正的尾声。这里的记叙很重要，都记录在里面。张起灵成为组长，接受张家重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。这个我知道，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来历。我是一个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。他想了解自己过往的身世。成为组长之后，你就会知道所有的事情。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为何而来。
他想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。也就是第一次天寿之后，他忘记了这一切，而是在无意识中不断地去做其他的事情。终于，他处理完董灿这件事情之后，他走到了这一步，要解开自己最重要的心结。卷入一段冷冽宿命，那片血会藏着谜，就算海已无可抵御，也要点燃我执迷。等到所有风雪消弭了，不再掩盖着那片未知生机，只有你向永恒走去。早已混淆颜色，也许早已沉沦过锁。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不如忘了那道伤口，那道枷锁，让飓风再美。结果却更执着，世界如何，逆境如何，感觉将不会忘了悲喜，不忘此刻。刻下一段无名诗句，那座山转身忘记，就算光阴湍流不息，也未抹去你痕迹。只是这条路总崎岖的，人们眺望的也是奔波幻影，一扇门中窥见天地。就算早已混淆颜色，就算早已沉沦婆娑，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不如忘了那道伤口，那道枷锁，让飓风再美。忘了为何，忘了结果，却更执着瞬间。